中國政府向英國政府申請喺皇家鑄幣廠原址興建中國駐倫敦超級大使館，備受爭議。今個星期去到就申請召開聽證會嘅程序。今日嘅聽證會喺倫敦塔村一個專業發展中心舉行，原定就喺朝早10點開始。咁我嚟到嘅時候呢，已經大排長龍啦。唔少排隊嘅人都係講普通話嘅人士。聽證會可以容納超過100人嘅大廳，亦都爆滿咗。市議會就需要喺大堂同埋其他房間設置額外嘅座位同埋電視機，俾用唔到場嘅人去睇直播。而未能到現場嘅市民，亦都可以喺網上睇返直播。最後呢，聽證會就延遲咗45分鐘開始㗎。第一日聽證會最矚目嘅係曾經2度否決中國起超級大使館申請嘅塔村市議會，突然改變立場，撤回反對意見。塔村市議會代表喺陳詞嘅時候話，市議會之前反對興建新大使館，因為聽咗倫敦警察廳嘅反對意見，認為新大使館將會觸發附近地點發生抗議活動，嗰度嘅行人路並無法容納示威者，示威者必然會逼出去馬路，危及行人安全，影響交通。但係今年1月8號，倫敦警察廳改變立場，撤回反對，話新大使館外嘅行人路有足夠空間容納抗議活動。呢個立場轉變對市議會有根本性嘅影響。市議會之後索取獨立交通專家意見，亦都得出一致嘅睇法，所以市議會放棄原先反對嘅立場。代表中國駐英大使館一方嘅御用大狀就認為，規劃檢察專員必須要保持中立，唔應該考慮針對大使館示威嘅性質，只需要集中考慮申請係唔係喺合法嘅規劃上。不過，多個出席聽證會嘅代表，包括附近居民嘅皇家鑄幣廠居民協會同埋聖海薩林碼頭之友嘅代表陳詞嘅時候，都質疑警方改變立場嘅理據，只係根據一份2022年由申請方提出嘅專家報告，但係就冇清楚解釋改變立場嘅原因。代表指警方臨時改變立場，惹嚟幕後交易嘅質疑，又無視當區居民嘅聲音。皇家鑄幣廠租戶與居民協會嘅代表更加舉起咗對上一個禮拜6示威嘅相片，話警方嘅預測錯，並且質疑成個過程涉及政治壓力同操守問題。All roads closed in around London. You can see Tower Bridge Road closed.Whitechapel Road closed. 出席聽證會嘅仲包括多個反對嘅團體，當中有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 行政總裁培倫德、英國港橋協會創辦人鄭文傑。佢哋擔心超級大使館嘅興建會令到跨國鎮壓活動更加活躍。而保守黨嘅塔村區市議員更加指出，容許喺倫敦塔呢一個世界遺產旁邊起中國大使館，等於有大使館起喺中國嘅紫禁城旁邊，或者法國聖母院附近，當地政府都係唔會容許。主理今次聽證會嘅規劃檢察專員 Claire Searson，過往曾經批准喺歷史建築倫敦最出名嘅圓形廣場 Piccadilly Circus 上面安裝 LED 螢幕。Claire Searson 計劃喺聽證會第2日實地視察皇家鑄幣廠，以便聽證，同時熟悉申請地點同周圍嘅區域。中國政府期望新建嘅超級大使館規模較現時大10倍。成個聽證會歷時6日。規劃檢察專員最後會提交報告，由韋雅蘭作出最後決定。